欢迎继续锁定面对面。本周在巴黎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获得了男单、女单、女双3个冠军，而已经是大满贯的选手张继科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位在445天就创造了大满贯的个人最快纪录的乒乓球选手，又在巴黎成功的卫冕了男单冠军，而这个冠军也开启了张继科冲击第2个大满贯的序幕。虽然呢，他在赛前世界排名只有第4位。虽然此次世锦赛前他并不被总教练刘国梁所看好，但是就是这个被队友们称为是藏獒的张继科，却再一次展现出了他的王者霸气。11比7，张继科4比2战胜王皓，再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卫冕成功。我们看到张继科到了观众席，这是他父母来看他比赛。其实可能他自己以前父母会经常看你的比赛吗？在这比赛之前没有去过，一次没有去过，一次都没有吗？对，一次也没有。尤其是世界重大这种赛事，他们想去，但是都被我拒绝了。你为什么要拒绝呢？我不太喜欢家人坐在这种观众席上去看我比赛，多少会经历出现这种分散的这种状态，比赛当中，而且会对他们有所顾虑吧，多少。那这次是主动邀请父母来现场看比赛吗？对，我主动要求他们去的。毕竟自己拿过世锦赛、奥运会这种冠军以后，整个人跟以前相比较成熟了一些吧，不会再受外界这种影响和干扰，所以才同意他们去了。其实可能他自己并不知道吧，之前知道。知道。非常激动的一幕。我当时注意到一个动作，你可能是半蹲着，还是有一个单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我看他们记者说跪在这种地上，其实没有，其实我就半蹲着，好像是跪在，其实没跪。你最初拿到这样一个世界大赛冠军的那种状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家记得张继科是一个很血腥的一个动作。对，当时确实是一种极度兴奋、失去理智的这种行为。我想运动员这一刹那也是观众最想看到的这一瞬间吧。今年再去拿这个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我认为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对别人的一种在怀疑我有问题的人的时候，可能外界在质疑我的时候，给他们一种答复。没撕衣服，没怒吼，甚至都没有挥拳。夺冠后的张继科出人意料的平静。按照以往，夺得冠军后的张继科经常难以自制。这个被人提及总爱用藏獒与血性来形容的张继科，巴黎世乒赛却向人们展示了从未有过的成熟。其实这次世乒赛，连总教练刘国梁都说不看好他卫冕。这次世乒赛之前，其实可能很多人并不看好你啊。对，因为之前状态，奥运会以后有所起伏。那时候最大的起伏是什么？很简单的说，比方说，今天下午安排的3点半训练，然后突然就接到一些活动啊，或者是队里的安排，要去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耽误，所以就是这种精力的分配会受到很大影响。那个时候自己有没有厌烦过？那段时间就是整个人显得比较恍惚，训练不系统，然后再加上比赛有的时候也会输球，而且当你取得一定的成绩以后，全世界都会把你当成众矢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认为输球是在所难免的。再来！2012年伦敦奥运会，张继科夺得金牌之后，创造445天收获大满贯的个人最快纪录。来到巴黎之前，张继科度过了一段灰暗的日子。由于在伦敦奥运会后找不到目标，失去了对胜利的饥渴度，张继科一直状况不断，连续输给萨姆索诺夫、中华台北小将陈建安以及延安。人们一度怀疑这只藏獒是否已经丢了魂。逆向旋转，短的，哎呀，陈建安是把
把球拉起来，球有些擦网。你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和评价吗？这个东西不用在意，全是声音。就是你一输球以后，就全是这种媒体对你的采访，然后各方面，这肯定。最沮丧的时候的状态是怎样的？当时输完以后，外界可能用什么昙花一现啊，或者是很多这种词来形容自己。你走下场的时候，那个状态其实很冷静，但我不知道你内心如何。其实输球很痛苦，但是你没办法，只有自己去承担。你赢得起，也要输得起。你怎么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呢？其实我是非常想证明给他们看说我不行的人，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说你们的判断永远都是错误的。出征后，国乒在奥地利集训期间，总教练刘国梁专门和他进行了一次深谈。你们当时谈了多久？3个小时吧。他谈了什么？简单的4个字，就是重新启动，重新出发，就是这样。这4个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能谈这么长时间？也会讲一些其他的这种例子嘛，其他这种案例。也给我讲到张怡宁为什么他能够连续不断的去超越。就认为他自己拿到大满贯和没拿到大满贯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拿到大满贯还是不停地在努力，因为他想守住自己这个位置，不想让任何人去超越，所以你要付出的比之前要多得多。那次谈话之后，你有没有跟刘教练在主动谈过我内心的一种状态？因为当时刘指导也谈到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什么呢？在球场上我原来是比较傲气嘛，可能比较霸气。然后，当你拿奥运冠军的时候，你会显得另外一种娇气，就是，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会退缩，娇气的娇你也占，是骄傲的骄你也占到，所以你双骄在你身上都能够体现的话，你没法不输球。好，我们再来看这分，9比10。哇，哎呦，是个擦网。这样，张继科拿下第3局，现在3比0，大比分领先于许昕。刘国梁和张继科的深谈帮助他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在巴黎世乒赛上，无论是面对小将樊振东的挑战，还是世界排名第1的许昕，他都没有丝毫的留情。2个4比0干净利落。赛后，许昕甚至感叹张继科爆发力超强，拥有一板致命的能力。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巧合，张继科的决赛对手又是王皓，这也是他们第5次在决赛中相遇，而且张继科保持全胜。但是也可能是宿命，每次总决赛的时候，你遇到的都是王皓，既是老队友又是老对手。这世锦赛一共7轮球，我们都是一轮一轮赢过来的，所以我认为王皓能进决赛，我能够进决赛，就是我们实力的一种体现，而且不是1次，已经连续5次是这种对手，你会觉得非常可怕。怕什么？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半决赛的时候，打之前你已经看到另外一个对手冲进决赛了以后，而且这个对手又是你多年的对手，老对手。对，而且又是你输多赢少的对手，你肯定会有很多想法。但是王皓没有，王皓一样半决赛很拼的，能够杀入决赛，我认为真值得大家的这种尊敬。你这种心态挺不一样的，一般大家会觉得张继科只要和王皓打，胜率就非常大，那你的心态应该是相对平稳的。大家水平就是差不多，我赢在年龄比他年轻，然后这种经历的储备上要比他多一些。而且当时那天比赛，我说实话运气确实非常好。第6局有一个擦边球，如果那个擦边球没有的话，第6局输完以后，王皓侧身，最后结果不一定我输，但是会很难预料。擦边，这个球好像看着没擦似的。对。如果王皓不承认这球，我觉得裁判根本看不见。所以这还是表现了是吧很高的体育道德。你看这么快的这个速度，我们在那上边看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是微微有一点点。慢镜头有一个这种折射。裁判很难看到这个球。对。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打球可能更沉稳了，因为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17比16，这次第4局的时候13比12，你又要了一个暂停。这2次暂停当时是有意的这样的一种战术设置吗？对，因为当时2比1领先，我非常想见到3，见到3的话，对方压力就会更大。见到3，因为我们7局4胜比赛，你到3了以后，你后面3局再赢1局，就能取得比赛胜利。所以当时第4局，我认为是整场比赛
一个转折，一个颠覆性的转折。看看张继科这个暂停叫的怎么样？因为刚才其实12平这个球，俩人就在比心理、比意志，谁现在都不想低头，都是誓不低头的打法。张继科会不会拧他正手？哎，摆了一个。你看，就刚刚说再罚反手小三角，张继科有2。其实王浩和你打的时候也挺坚持的，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当大比分领先的时候，他依然在一分一分的追，那个时候你会感到内心的那种压力吗？不放弃、不服输的精神，我认为在王浩身上还是能够体现。而且我俩暂停全在第4局全部用完，所以他也知道这一局的关键性，我也知道这一局的关键性。在拿下第4局之后，整个心态是不是就平稳了？会好一些，但是已经从第4局开始，我已经感觉到王浩给我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大了。球的质量、球的旋转，可能大家看不到，但是我当时能够亲身感觉到，就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其实很多人也会在想，王浩有时候挺感觉到不可思议，每次决赛都碰到张继科，每次还都输给张继科。其实有很多可能希望他在决赛中拿到一次冠军。对，因为王浩也是连续3届奥运会亚军，连续12次闯入男单这种冠军决赛，这种记录是前无古人的，不可能会连续这么多次闯进世界3大赛的决赛，所以已经算是一种奇迹了。你会在他面前的时候，那种霸气和那种自信会油然而生吗？其实我最想碰到的是马龙，因为我跟王浩虽然是兄弟，虽然是对手，但是不是一个时代的对手，因为他要比我大5、6岁。我跟马龙、许昕是一个时代的这种运动员，我们3个人的年龄都是相差无几。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能跟他们去形成一种对抗。但是我们都知道，平时的训练中，你和马龙相比的话，可能输的更多一点。我每次拿冠军，大家都会这么说。其实我这次比赛之前跟许昕也连输了5、6次，然后结果可能大家根本就没有想到4比0的这种完胜。我认为不能拿平常的一些比赛结果去衡量大赛的这种结果。如果真在世界这样的一个顶级决赛里面，你碰到了马龙，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打？一样的，必胜的信念是一样的。但是赢了他和赢了王浩有什么区别吗？你特别想和马龙打？最大区别就是没在决赛当中跟马龙碰到过，世界大赛里面，因为跟王浩打了很多次，自己都疲惫了。对，我看见他看见我，审美疲劳了。对，确实是打了很多次。你期望将来有一天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场合，和你心目中这样的一个胜负的对手进行一次比赛？怎么说呢？我也希望马龙、许昕能够跟我形成一种对抗，只有这样的话才有意思。巴黎世乒赛，张继科卫冕，15个月获得大满贯，他已经成为中国男乒成绩最好的运动员。在此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就公开表示，希望张继科要有做2次大满贯，再创乒坛奇迹的想法。因为从成绩上来看的话，你是拿到大满贯时间最短的这样的一个中国队的选手，但是这样的对自己的压力可能就比别人会更大。对，其实大家都看到我拿大满贯的成绩短，其实我认为一点都不短。从我4岁打球到我24岁拿大满贯，20年时间拿到大满贯，其实这20年对于我来讲一点都不短。一直在高处待的这种状态，其实只有你们内心才懂得那种感觉。对，因为很复杂，很难受。这些东西其实说简单，像股票一样，有跌有涨，不可能一直天天都涨停，不可能的。你把自己比喻成一只什么样的股票？其实股票我不太懂啊。如果在我拿了大满贯以后，你还是坚持去买我的话，如果是一只股票的话，那你一定会有盈利。从刘国梁教练当时称你为藏獒这样的一个称呼，已经在很多人这样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你的这种状态和藏獒的这种血性和激情似乎距离越来越远了。你更希望人们今后怎么称呼张继科？藏獒的称呼没问题，但是相对有这种血性，同时多少会有一些成熟的成分在里面，要有一些冷静。与曾经在整个职业生涯才能夺得大满贯的前辈相比，
张继科有2个优势难以比拟，一个是在世界男单的较量中缺少了竞争对手的中国队，在一段时间内依然具有垄断优势；另一个就是88年出生的张继科今年只有25岁，这就意味着他还有创造更多纪录的可能。你对自己的目标在这次比赛之后有没有设定新的？其实刘指导也给我设定了目标，说拿一次大满贯不能就此满足，因为当时刘指导跟孔令辉他们都是在运动员运动生涯的后期，所以我现在正是这种黄金年龄。我认为，他们跟我说的2次大满贯，自己就是现在这种要奋斗的路还要一步一步的走，对，脚踏实地。这就是神奇的冬虫